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家里的抹布不要在意脏就扔了，不管抹布多脏多油，今天教你一招，不用搓油污就能往下流，立马变干净。今天省1块，明年就能省1万，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平时家里的抹布，一般我们都是用来擦拭各种台面，清洁厨房油污，清洁灶台用的。像平时我们也会经常用抹布来擦油烟机，油烟机上面的油污是比较重的，这样擦拭一会儿之后抹布上面就会留下很重的油垢污渍，久而久之上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产生一些异味臭味，而且会油腻腻的，又脏又黑。那像平时大家都是像这样挤上一点洗洁精，然后就开始搓洗抹布了。说起家里最容易积聚细菌的地方，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马桶，但实际上一块抹布的细菌总数最高可达到5000亿个，而我们原先一直觉得家里最脏的马桶内壁也才10万个细菌，也就是说一块小小的抹布竟然比马桶还要脏几百万倍。据专家介绍，如果把外面买来的新抹布放在厨房5天，细菌的繁殖正常速度可达到1000万倍。看来小小的抹布才是家中的细菌王，所以抹布脏了，不要一味的只知道更换新的，会正确的清洗方法才是王道。现在您看，按照我们平时的清洗方法，无疑是清洗不干净的。这种方法往往无法彻底清除抹布纤维中的污渍，1-2天过后，抹布上的污垢越积越多，再用洗洁精搓洗也难以清洁干净了。这样的抹布上还容易滋生细菌，不再适合使用。实际上，想要清洁抹布并不难。这里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然后把家里的脏脏的毛巾统统放进来，跟着我们准备少许的小苏打，均匀的撒在抹布上边。许多朋友知道发面加入小苏打口感会更好，却不了解其实小苏打的清洁能力也不错，小苏打具有较强的清洁作用。接着我们向里边加入1-2勺的食盐，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有助于净化水质。然后我们挤入1滴洗洁精，它能够更加深入的分解油污。最后我们倒入一些白醋，白醋能够软化污垢，同时与小苏打发生反应，更深层次的清理纤维内部环境。接下来我们往里边倒入滚开的开水，一定是刚烧开的热水，不要用温水哦。使用热水，因为小苏打在热水环境中去污能力更强，并且高温能够磨灭抹布上的细菌。为了使抹布上的油污彻底分解，开水是不可或缺的。等它反应过后，我们将其浸泡15分钟，使其拥有足够的时间来软化分解污渍。在浸泡过程中，需要把抹布翻一翻，这样能浸泡得更彻底。如果水太热，我们可以用筷子轻轻晃动一下抹布，避免烫伤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抹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步变干净了。现在继续将其浸泡，在沉淀过程中，抹布上的油污会慢慢脱落。等到水温降低后我们开始搓洗毛巾。现在盆子里面的清水已经变得非常脏了，跟污水一样。看到这种浸泡的效果，我们就知道毛巾上面的污渍也已经差不多给浸泡出来了。如果毛巾上有黄渍或污渍较重的地方没有被浸泡下来，就简单搓一下，抹布立马就变干净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现在毛巾已经变得比较干净了，最后我们用清水把毛巾清洗干净，直到没有泡沫为止。小苏打不仅适用于清洁毛巾，还可以用于清洁许多其他家居用品，而食盐不仅杀菌还有固色的作用。
白醋同理，不仅软化污渍，同样具有杀菌作用。搭配洗洁精的去污能力，加入开水使其充分发挥作用。这样一番操作下来，抹布就焕然一新了。这样抹布就完全的被清洗干净了。再放到太阳底下去给它晾晒干，你会发现抹布变得干净如新，而且非常的柔软，使用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清洗毛巾和清洗抹布。在晾晒过程中，注意不要像平时一样拧干就随手搭在洗碗池上。晾晒时要注意将毛巾放在阳光充足且通风的环境下晾干，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晾制时间过长而滋生细菌产生霉味，以便使用时更加干净卫生。看完这个小妙招，大家知道抹布脏了要怎么清洗了吗？不要只会频繁更换了，只需要不定时的给抹布做一次清洁就可以，不伤手不费力，简单几步呢就能使抹布焕然一新了。赶紧学会这一招，这样抹布就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学会记得将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呢，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